Hello，各位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大陆。这期将继续带来这个6月份值得一试的手机游戏推荐。那么在这次的清单中就包括了像是洛克王国系列的新作，终于移植到手机的史莱姆农场，以道德选择为核心的动作生存游戏，以及其他如动作解谜冒险游戏、角色扮演、入格要素、像素风格、开放世界、策略、治愈和其他玩法的作品等你来发掘哦。这些游戏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后的。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游戏，那就和大陆一起看下去吧。洛克王国世界是一款由腾讯魔法工作室群打造的经典 IP 续作。那么，玩家这次将扮演魔法学院新生，在开放世界卡洛西亚大陆上探索、捕捉并培养超过400种的精灵。首先，战斗方面采用了回合制，保留了18种属性相克关系，搭配精灵的性格、个体值与技能配点，整体的策略深度还是蛮足的哦。而且游戏也主打不卖数值、不抽卡，所有精灵都可以靠野外捕捉或任务获得，氪金主要也是以外观为主。就这点来看，算是蛮佛心的。当然，游戏前期没有坐骑和传送点，所以大陆觉得跑图会比较辛苦。如果你喜欢类宝可梦的作品，那么这款或许很适合你哦。史莱姆农场是一款 Steam 移植，主打农场模拟经营的游戏，讲述一位年轻的农场主来到了1万光年外的遥远边际，经营史莱姆农场。那么我们从名字就能知道，本作的牧场是以圈养史莱姆为主，所以比起一般的农场游戏，可以说是比较新颖的题材。玩家在游戏中将利用手上的真空枪来捕捉史莱姆和各种素材，再带回农场照料，并售卖他们产出的水晶来赚钱。在史莱姆以外，还有这大片的开放世界等待探索，可以慢慢发现隐藏其中的各自秘密。这次手机版也重新设计了操作界面，让手游玩家们得到更好的体验。当然也支持连接手把游玩，想要在手机上体验沉浸式的探索与农场体验，那就不要错过这款游戏啦。腐朽之境是一款以道德选择为核心，结合了生存动作玩法的游戏。故事设定在一个被脑雾病毒侵袭的世界，玩法上结合了资源管理、潜行探索与即时战斗。你需要一边在崩塌的城市中搜刮物资，一边躲避或对抗被病毒逼疯的感染者。特别的是，游戏中的几乎每个选择都会影响整个剧情的走向。你可能为了活命而抢夺陌生人的粮食，或是在信任与怀疑之间挣扎。游戏的氛围蛮压抑的，死亡无可避免，但如何面对死亡，选择权在玩家手上。对于喜欢轻松快乐的玩家来说，本作可能会觉得有点负担，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。Railway 是一款动作解谜冒险游戏，在游戏中你将意外跌入一个神秘洞穴，那里的地形复杂且充满机关，玩家需要依靠微弱的灯光在狭窄的通道中前行，并仔细观察洞穴的地形，巧妙地避开那些隐藏的陷阱。有时候也需要动动脑筋解开机关，像是利用箱子和木板来解锁新通道等等。游戏内没有战斗元素，只是考验玩家的操作与反应能力，最重要的还有观察与思考能力啦。感兴趣的玩家可以试玩看看。童话出祖宗是一款由 Light Games 所发行小型的 roguelike 像素冒险 RPG， 背景设定在因不明原因扭曲混沌的童话世界，经典童话英雄们陷入了困境，并等待玩家们的拯救。玩法上属于快节奏的动作 RPG， 关卡会不断变化，你可以升级装备，并运用每道关卡的不同技能来进行组合，制定各种策略。另外，游戏还提供了超过400张的主题地图，还有100多个的童话角色可选，还有委托模式、BOSS 战等挑战内容。感兴趣的玩家就来试试看吧。超级跑车派对是款开放世界驾驶游戏，玩家可以在城市街道上驾驶超级跑车，完成街头挑战、剧情任务，或是单纯自由探索都可以。而游戏也提供了多种模式，包括街头竞速、停车任务，以及摆脱警察追捕的逃逸玩法。开车的手感还算是流畅的，对休闲玩家来说还蛮好上手。赚取现金后就可以升级车辆性能，让你在街上跑得更快更顺。不过游戏任务的重复性比较高，喜欢丰富剧情或多元变化的玩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单
单调，喜欢的话就不妨来试试看吧。Loopy Ducky 是一款结合了生存策略的游戏，在游戏中，玩家将扮演小鸭子，透过精心规划的循环路线，抵御一波波的敌人冲破防线。那么在每个回合中，玩家需要将不同属性的技能方块放入格子，其中就有攻击、防御技能，当然也有辅助型和各种脑洞大开的方块。在开始战斗后，鸭子会沿着格子前进，每当经过特定格子时，就会触发该格子所设置的技能，而且玩家还能透过合成技能来获得更强大的技能哦。到了后期，就能看到满屏攻击的华丽画面了。如果你在找休闲游戏的话，或许可以试试看这款。下班后想玩点治愈轻松的小游戏吗？那就试试这款迪卡勒吧。本作是一款类似 3D 拼图的解谜填色游戏，玩家需要将物品摆放到正确的位置，将一个治愈空间慢慢填上色彩。随着关卡难度的增加，场景的物品也会变得更丰富。从细小的杯子到一砖一瓦，都需要你仔细观察物品的角度和大小来决定。所以你可以通过转动和放大缩小来观察。此外，游戏也没有太多令人压力的设定，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去游玩。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试玩看看哦。钢炼真理之门是一款改编自经典动漫《钢之炼金术师》主打策略的 RPG 手游。游戏有着超高福利，登录就送稀有英雄，还免费赠送500次的10连抽，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福星的呢？剧情上则收录了从里欧尔到北方战场的经典桥段，全程配音动画，让玩家可以再次的体验爱德华与阿尔冯斯的冒险旅程。战斗采用即时切换制，你可以召集熟悉的角色，利用属性相克组出不同的战术阵容。另外还有全平衡的真理之门竞技模式，没有等级压制，纯粹靠卡牌搭配以及策略来跟其他玩家一较高下。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咯。钢铁之路是一款比较烧脑的铁路管理游戏，在这里你需要发展你的铁路，将无数个城市连接在一起，并且通过不断优化来使城市繁荣。要达成这些目标可不简单哦。首先地形就是一大难题了，所以在铺设铁路时也有桥梁和隧道的选项。在成功连接城市之后，还需要考量火车的类型，像是载客与载货的火车，后期还需要增加火车，避免等候时间过长，造成拥堵和交通瘫痪等现象。如果你喜欢火车研究铁路系统的话，那这款游戏或许很适合你哦。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。如果你喜欢大陆的影片，可以给大陆个赞、分享和订阅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祝各位游戏愉快！